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这集是国内新闻环节，以后面具人的节目每天有2个，一个讲国内新闻，一个讲国际新闻。好，来看今天的标题啊，中国的房价涨破天际，规模达到52万亿美元，你还敢继续赌下去吗？习近平疯狂印钞，福田再次撒下2000万数字人民币，你感受到威力了吗？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房子、钱、数字货币的事情。然后呢，面具人总是说人性心理上面的问题嘛，那今天也给大家带来面具人的一些思考啊，那就是人性最大的弱点到底是什么？研究人性弱点的这种问题究竟有没有意义？好，咱们先说钱和房子的问题。咱们先来看一则新闻报道啊，中国或面临史上最大的楼市泡沫难题，规模达到52万亿美元。即使新冠病毒也没能阻止全球最大的资产泡沫不断的扩大，尽管伴随着失业和其他问题，但房价却不断的上涨，投资者趋之若鹜。在美国房地产热的顶峰期，每年约有9000亿美元投资于住宅房地产。可是在截止2020年6月份的总共12个月里面，有约为1.4万亿美元投资于中国楼市。上个月中国房地产投资创了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中国就算不是顶峰时期，房地产的投资金额也比美国顶峰时期要大得多。据高盛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住宅和开发商库存总额达到了52万亿美元，是美国住宅市场规模的2倍，甚至超过了整个美国债券市场。可能大家会想，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3倍之多，那中国的房地产市值规模达到了美国的2倍，看起来不算多。那退一步想，你们有没有想过，美国的生活水平比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要高6倍之多呢？想过没有？这一正一负中间的差距有多恐怖，你们想过没有？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如美国，可是呢，中国人的房地产的投资规模、房地产的压力却是美国的成倍数往上涨。你觉得恐怖不恐怖啊？而且呢，从今年第1季度啊，中国的家庭杠杆率已经达到了57.7个百分点，这是历史最高水平。该比率出现2010年第1季度以来的最大季度增幅。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杠杆率啊，杠杆率就是指权益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中的总资产的比率。说白了，就是你借的钱占你能控制的钱的比重。杠杆率50%，就是说你借的钱和你自己的钱一样多，一正一负等于你没有钱，懂了吗？杠杆率达到了57%，就证明很多家庭实际上是负资产，是借钱过日子。那中国的核心问题是，购房者认为中国政府似乎不愿意让楼市下跌。其实呀，也能想明白，如果中国的房价真的大幅下跌，将摧毁大多数人民的主要财富来源，因为很多中国人把钱锁在了房地产上面。那么房价跌了，很多人就等于他的财富缩水了，他的财富跌了。甚至呢，更可怕的就是在中国呀，房子啊，如果不算通货了，卖不出去了，那就只能住了，就跟习大大说的是一样，房住不炒，对吧？同时呢，开发商和地方政府都需要增加收入来偿还债务或者解决其他问题。
那这也导致了房价不能跌，房价跌了，地方政府怎么办？房价跌了，银行怎么办？房价跌了，这些住户怎么办？对不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西南财经大学进行的民调显示，新冠疫情刺激了中国政府所担心的那种购房行为，就是已经拥有了多套房产的人对房产的需求还出现了上升，而尚未拥有任何房产的人的购房需求却出现了下降。那面具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但是呢，再奇怪的现象在中国也不奇怪。为什么？你听面具人我给你说嘛，有多套房产的人往往都是有钱人嘛，他们因为钱太多，但是呢，投资传统生意这个大环境又不太好，钱投资进去很可能会亏掉，那你说钱放在那里又会贬值，可是呢，这个房价确实在涨，那还是把钱投资到房子上面。于是呢，大家有钱人都这么想，大家都投资房产，所以呢，房价就继续涨。可是呢，房子的数量已经远超于需求量了，而房子呢，也渐渐的变得证券化了，变得票证化了。中国的房市渐渐成为了股市，而真正需要买房的人又因为生意大环境不好，赚不到足够的钱，无论是做生意还是打工，都没有办法更高效的赚钱，所以呢，没有足够的钱，无法支撑他去买房，所以呢，需求量始终无法上去。即便是中国政府再怎样引导结婚买房呀，不买房就不能结婚呀，如此的去刺激买房，那有些人他就是赚不到那么多的钱嘛，你有啥办法？对不对？他就是买不起呀，是不是？不是说现在买房不好，你想买就买呀，有人买就有人卖嘛，就像比特币一样，大家看了这个比特币这2天涨了，那大家都进去买比特币，没问题，大家都认为涨，大家都想着涨价，都买比特币嘛。所以呢，这种事情上呀，涨跌盈亏都是你自己考虑，有可能涨，有可能跌，最终做出决定权的人是你，知道不？你不要听别人说涨了跌了，对吧？那涨了大家都说好，你涨了你买了你赚钱，那万一跌了呢？万一跌了你怪谁呀？没人为你负责任，对不对？保守一点来看呢，你自己怎么选择是你自己的事儿。那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它也只能成为这些有钱人们的互相投资吹气球的游戏，吹得越大赚得越多，看谁有勇气一直吹下去，不怕气球爆掉。大家都可以吹嘛，没有人不让你吹，对不对？可是呢，万一你是在那个气球即将爆炸的临界点去吹那一口的人，你怪谁？你也只能怪你自己嘛。反正面具人我认为啊，在这种赌注上面去赌，那面具人我选择卖房出国啊，我过我自由民主的生活。虽然说我现在过得清贫一点，但是呢，比在中国心里轻松得多。其实呀，中国房地产的繁荣实现了中国政府的目标，它促进了经济增长。很多家庭呢，为了买房，他不得不努力工作，而地方政府呢，也从向开发商卖地中获得了额外的收入。地方政府呢，也必须将所得的税收很大的一部分交给中央政府。那地方政府刺激房价，刺激买房，导致了这些底层劳动者不停的劳动，增加劳动产值，所以呢，他们赚更多的钱才能买房，对吧？其实呀，房地产这个玩意儿导致了中国国家越来越强，而中国人民的压力越来越大，而民弱。但是这种繁荣呢，抢走了其他行业的投资资金，大家都把钱放到了房地产上面嘛。这些行业要与购房者争夺银行贷款，与购房者争夺消费。那这种情况呢，还让许多家庭也背上了债务，
居民没有其他的资金用以消费。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在截止2019年的10年间，增加了11.6万亿美元的家庭贷款中，中国占了57%左右，中国占了世界的57%左右啊，美国约占19%。就是国际清算里面啊，中国占了57%，美国才占了19%。那中国人的负债在迅速的膨胀，基本上啊，中国城镇居民已经把一切都压在了自己的房子上，而且呢，中国的年轻人也把这个负债扩大，比如刷信用卡呀、花呗呀、京东白条呀，对吧？根据中国广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居民现有的财富中近78%都套在了房地产上，而在美国呢，房产在家庭财富中占的比例仅为35%，更多的人是投资用于股票和退休基金。投资股票其实要看商业市场的运作怎样，但是呢，中国没有正常的商业市场，股票的涨跌都是党中央说的算，都是每个公司的党支部说的算，都是习近平一句话的事情，没有逻辑，没有规律可循。投资养老基金，那面具人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毕竟呀，人上了年纪，开始丧失劳动力了以后，提前投资一些养老资金也没毛病嘛，对吧？但是在中国，你现在能干啥？保险公司坑死你啊！掏钱的时候说的这个也保那个也保，到真正要赔的时候，这个也不赔了，那个也不保了，对吧？你做生意你没关系，你没路子怎么做啊？很多做生意的人都是在找关系找路子的半中腰，被这些权贵坑死了，对吧？那你说还怎么买房？你现在能干啥啊？你打工只能挣个温饱，穷人买不起房，想做生意基本上都是赔钱买卖。但是呢，人家有钱人能玩呀，有钱人能割韭菜呀，有钱人投资房地产呀，反正底层的这些逼民总是有能力挤出来点钱，或者说有那种能力逆天的人啊，赚到大钱了可以买房了，这种需求还是在。只要这个市场需求没有被压缩到一定的地步，还有市场需求，那这个吹气球的游戏就能一直玩下去，对不对？但是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市场迟早会被压缩掉。吹气球总有个极限呀，那怎么办？数字货币呀， DCEP 呀，直接开启上帝模式，极限压榨，对不对？宏观调控，对不对？中共现在也没闲着，这数字货币的脚步真的是马不停蹄。2021年的第一天，深圳就开始进行了新一轮的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工作。据介绍，此次深圳市福田区数字人民币红包采取摇号抽签的形式发放，跟之前的模式差不多。抽签报名通道自从2021年1月1日正式开启，在深圳的个人可通过深圳的活动预约平台登记申请抽签，中签后可根据中签短信指引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开通个人数字钱包后即可领取福田有礼数字人民币红包。此前呢，深圳罗湖区也在去年发放过1000万元数字人民币红包。看好了啊，罗湖区啊，那福田区现在也跟着发了。而这一次不仅将金额提到了2000万元，而且呢还开放了区域限制，只要人在深圳即可预约摇号，抢200元数字人民币红包。你看好了啊，中国，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从文宣的专业角度来给你解读这个话题。罗湖区、福田区，你记住了，中共现在是以区为单位，每个区撒几千万的数字人民币红包，记住了啊！全中国有多少个区？你们百度查一下，
每个区再乘以2000万，这是多大的数字啊？这不比央行直接降准放水要牛逼得多啊？对不对？而且呢，近期啊，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工作也非常的密集，正在加快发行。近日呢，陕西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也明确地提出了稳步推进数字货币的试点。2020年10月8日，深圳市罗湖区就发放了1000万的数字人民币红包。2020年12月5日，苏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中国人民银行向10万苏州市民发放了2000万元的数字人民币红包。此外呢，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还在与香港金管局研究院使用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技术测试进行研究。目前呢，数字人民币已经在雄安、深圳、苏州、成都和冬奥会场景试点，还将继续新增上海、长沙等城市进行2批试点。实际上呢，你们仔细观察，问一问周围的亲朋好友啊，这个数字货币啊，正在悄悄的大量的运行呢，只不过媒体不报。媒体不报，你以为共产党就没有搞这个事情吗？那你想的太简单了，知道吗？不仅如此啊，我告诉你，数字货币的推进过程中啊，微信和支付宝现在也被搞趴下了，也被整服了。微信、支付宝都已经声称要深度参与到 DCEP 数字人民币项目中，包括滴滴、美团、哔哩哔哩、京东数科、拼多多、华为等多家知名互联网科技公司也会参与到数字货币的研发与推广过程中。比如美团的这个共享单车，还有 B 站这个投币都已经加入了数字货币。那你们想一想啊，这个一个区啊，就释放至少2000万的人民币的流动性，还不报道啊，报道出来的都是少部分，一个区一个区的释放2000万的流动性，这就是隐蔽形式的降准，让大家不会有那么明显的反应。全国各地各个城市每个区百花齐放，一个区给你2000万，你3000万，他8000万，我1个亿，对吧？短时间内数字货币会大量的流入市场，会大量的流通。你看啊，从1月1日，共产党就急于在这个福田区也搞一个数字货币大撒币，对吧？就可以看出来，中共他对推行数字货币的这个脚步急不可耐，知道吗？但是呢，短期内啊，你大量的撒数字货币会刺激一部分人的消费，也会刺激很多生意有爆发性的收入，对吧？因为数字货币有红包嘛，有补贴嘛，会让大家有这个消费欲望嘛，也会让这些企业有一定的营收嘛，对吧？但是呢，你们想过没有，之后怎么办，对不对？之后呀，很多人赚了钱了，对吧？拿这些数字货币刺激出来的经济，很多人会继续投资房地产，那房价还是会涨。国内呢有数字货币打鸡血，外国呢有全世界主流贸易商圈都倒向中共，什么中欧贸易协定呀、RCEP 呀、TPP 呀，对吧？都已经和中共基本上搞成了，对吧？美国现在不停的退缩，不停的走孤立主义，中国现在不停的在卡油，对吧？这也注定了中共的2021年应该会是一个上升的年份，会有一部分人有转机，但是呢，面具人我不看好，因为皇权政治之下，老百姓很难分到一杯羹的。我建议呢，有机会的人趁这个疫情结束了以后，还是早早出国吧。当然了，你在国内有关系有路子另说，对吧？美国在2021年，面具人我对拜登也不是很看好，因为拜登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种魄力、魅力、吸引力，而且呢，美国的分裂
内斗还在加剧，还在发酵。美国已经撤出的欧洲、中东、非洲、亚洲市场，这些地盘被中共侵占，也是一个事实。那美国该如何反败为胜？目前呢，还看不到拜登给出一个好的规划，并且呢，日本呀、欧洲也都不太相信美国了。美国在2021年无法走上升路，那中国继续走上升路，就很明显意味着美国是在衰退嘛，美国走下坡路嘛，你不进步，他进步，就代表你退步嘛，对不对？这个民主阵营呀，岌岌可危呀，对不对？哎呀，我怎么说？你们还继续想撕裂美国吗？你们还继续想打鸡血吗？对吧？拿起武器上街干，对吧？分裂独立，消灭民主党，消灭汉人支那畜生。就像这个香港人口口声声的说大陆人都是傻逼，对吧？然后台湾人也说这个打简体字的人都是傻逼。当然了，面具人我不否认这中间有大陆五毛故意反串招引仇恨，但是你敢说没有香港人，没有台湾人真的是傻帽被这些五毛网军带节奏了吗？对不对？好了，来讲今天的心理学环节啊。我刚才说了有傻帽被带节奏，那我问你们人性最大的弱点是什么？贪婪、无情、嫉妒、狂妄。其实呀，人性最大的弱点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它根本不符合人性发展的逻辑和现实。所谓的人性，也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些特性，这些根源于基因的人类特性都是经由数十上百万年的漫长历史逐渐演化发展而形成的。而生物进化的自然逻辑是适应环境的特性得到传承和强化，并且呢一代代的沉淀下来。人呢会根据地理环境、民族、种族、政治环境的不同，人性都会有着不同。换而言之呢，人性的每一种特性都有其功能，而且呢是在漫长进化历程中能有助于人类适应环境并取得竞争优势的特性。仅仅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呢，与现代智人平行的其他早期人类有许多种，像是俗称北京人的直立人，就是另一支与智人具有生殖隔离的人类属种。像尼安德特人比智人体力更强壮，也有着更为优越和先进的文明。但是呢，只有现代智人这一支能够从人类进化中脱颖而出，并且呢繁衍出来了现代所有的人类。那无论是非洲的黑人，还是欧洲的白人，或者是亚洲的黄种人，都是源自于非洲南部的一群南方古猿。全世界所有人类个体甚至可以通过生物学追溯到同一只母猿 Lucy 的又被称为线粒体夏娃的猿猴身上。所以呢，人类的人性都是经过上百万、十几万代的这个发展至今筛选的结果，上百万年、十几万代人的发展结果，知道吗？每一种保留下来的人性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人性它算不上弱点，更合理的说法应该是人类经由长期进化发展积累的人性未必能够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今社会。一些人性在特殊的情境下显得与现代环境尤其的格格不入，甚至会阻止个体在现代社会的积极发展。这就好比飞蛾扑火的原因是飞蛾长期在丛林生活中进化出来了适应丛林的趋光性，这使它们对于寻找亮一点的地方有食物，或者是追寻月光呀、追寻这个日光呀，大家能汇聚到一块交配，显得至关重要。那
数百万上千万年的进化历程中，从来没有人类出现的人造火光，懂了吗？而人类使用火光的历史，相比于飞蛾自然进化的历史微不足道，但是呢，沿袭了数百上千万年进化积累的飞蛾的趋光性，它的天性，使得它们在人类短暂出现的使用火光的环境下，就成为了一种劣势。你们懂了吗？而西方民众的线性思维，把事情想得简单化直线性，在面对中国人的这种思想中国人想事情喜欢极其的复杂化的这种族群，你说谁的人性算弱点？西方人的直来直往算弱点，还是说中国人喜欢把简单事情复杂化的人性算弱点？传统的中国人很难能得到西方人的尊重，而传统的西方人到了中国也很容易被当傻子骗。而在中国呢，骗人或者被骗，这都是家常便饭。中国人出门就要防骗，从楼道里面贴的宣传单开始，你就要防骗，甚至别人给你发的名片，甚至要防你家里面的人骗你。这就导致了中国人非常的封闭保守。但是呢，过度保守防骗的中国人又很难接受先进思想，从而进步。所以呢，共产党允许骗子的存在，允许人民互害，允许大家被逼的保守，抵制外界。那你说中国人的思想封闭、过度保守，这是缺点。可问题是，中国人如果不过度保守，他有可能就活不下来，懂不懂？这就是独特的生存环境导致的不同的人性。因此呢，如果有哪一种人性算是弱点，那一定是基于什么样的情境或者是环境而言。而所谓的普世价值，也是权衡世界人民都追求的一种理想化的东西。有共同价值观的人，他们的人性在一起不算弱点，反而呢，没有共同价值观的人，互相的人性被互相视为缺点。你看中国人胆小、斤斤计较、无情，老外呢白左傻帽、直来直去，这些都是双方在自己的社会情境中进化出来的生存优势。老外的这种简单直来直去的行事之道，在中国吃不开，但是呢，在国外办事简单明了直接就很好。而中国人这种弯来弯去、绕弯子笑里藏刀、斤斤计较、无情无义，也导致你看华人族群在西方世界也是一盘散沙，一直混底层，混不到主流社会。这都是各自社会里面进化出来的情境优势、人性优势，换一个环境就未必成为优势了，就可能成为缺点了，对吧？那相对而言，人类具有被奴役的天性，可能算是人类迄今为止难以普及普世文明的弱点。所以呢，即便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人类仍然有一半的个体心甘情愿地生活在被奴役的状态下，甚至呢逃避或者拒绝自由。他们会自发性的跪舔他们的偶像，主动的造神、造领袖来奴役自己。人类具有被奴役的天性，可以说是现时代为什么还有现代新集权、高科技奴隶制以及原教旨极端宗教专制团体的存在，并且呢，看起来呢，这些团体很稳固，看起来呢，它能继续的延续很久。就比如某些天灭中共的团体，天天的把你聚集在一起洗脑，对吧？告诉你别人要迫害你你就念经就对了，念经就没人迫害你了，对不对？不过呢，被奴役的天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顺从的天性，而华人的这个顺从性强一些，所以呢，华人更容易被奴役。人类能够接受规训和教化，也是拜这个顺从的天性所赐。你顺从你学习，你
用这个顺从的天性吸收到了很多正规的知识，那很好。那如果你顺从了一些歪门邪道，你很可能下场会更惨。再比如呢，人类具有侵犯和攻击的天性，它的这个，我想一下啊，习性学的开创者洛伦兹甚至将其就是人类的攻击性视为人类继进食、继交配之后的第3大生物本能。就是说，除了进食和繁殖，人类主动攻击别人也是人类的本能。这种天性呢，是人类暴力犯罪的生物基础，是人类无法根除的战争的生物基础。但是呢，人类这种侵犯和攻击的天性也同样促进了人类不断进取的雄心竞争性，导致了人类在竞争中能够进化、能够变强的一种斗志产生。可以这么说，每一种人类的天性都有着积极和消极的两面，你摒弃其消极的一面，同时也就废弃了其积极的另一面。否定任何人性的同时，也意味着否定人类之所以存在的终极价值，甚至如何看待人性本身也至关重要。试图徒劳地给某一种人贴上人性最大弱点的标签的本身就很不堪人性，因为你不能够忍受模糊性和可能性，你不能够宽容地去理解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人，你总是试图拿一个锁链强制改变他，你这就是一种霸道集权。你总是试图给模糊的事物一个强横专属的标签那你这就是集权专制嘛，对吧？而发展方向这个东西人的天性，人天性都是有好奇心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对吧？但是咱们回归本质来看，你不管是哪里的人，非洲人、欧洲人、亚洲人，人的本性、人的天性都是有好奇心的，这个东西是大家都有的，这个东西才是至关重要的。你利用这种天性、好奇心的天性，你把它的方向发展得对，就会促使人类的智慧不断的提升。可是呢，你把这个人类的好奇心发展方向发展错了，就像现在的很多油管博主用什么五行八卦、请小鬼、12生肖、算命来给你解释世界的政治金融，甚至用算命来解释医学，这也是人类迷信的根源。好奇心、人性